完了完了，又闯祸了，就因为多看了前面美女一眼，结果就挖到了一根水管。不过不要慌，还好有一个会接水管的舅舅，就很棒。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那挖机。今天这个东家有点意思，他在外地工作的儿子买了一个新的小车，只有10多天就要把车子开回家过年了。因为这条路没有打水泥路，东家怕这条路不好找，把他儿子的新车搞坏了，所以就把我叫过来让我给他修一修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条路真的没必要修，本来就很平，而且压紧了，我这样把它刨松，又搞一层松土在上面，要是下雨的话，这条路上肯定全是泥巴。本来这条路不挖还好一点，挖了之后反而不好找了。但是东家呢，他一定要挖，我也没办法。像这些路边上的草，东家担心会把车子的油漆刮花，所以要我把这些草全部要清理干净。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挖的这个草，在你们那边是叫什么名字？这种草的繁殖能力非常强，如果不把它连根拔起，它明年又会长出来。你们看，把这个草挖掉之后，这条路看上去一下就宽阔很多了。正当我在认认真真干活的时候，挖机的旁边突然来了一个美女，我就因为多看了她一眼，结果一个不小心就把东家的水管挖到了。东家气得不行，立马跑过去刮黑瓜去了。旁边围观的人呢，都在这里看我的笑话。早知道就不干美女了。还好舅舅会接水管，赶紧打舅舅的电话，要他来把水管接一下。旁边这个种蔬菜的大爷，他刚好在浇水，多亏了我，这下水也不用浇了。水呢还在这里流，现在我也不知道干什么事了，我就把挖机停了，看着他们在那里笑我。我等了很久，东家还是没有找到自来水管的总开关，而修水管的舅舅呢也还没有来。我这样一直等下去呢也不是办法，所以我决定还是继续挖，把剩下没做完的事情全部给他做完再说。本来东家呢就只要我这样给他稍微修一下路的，结果就是因为我挖到了这根水管，东家看到这个地上到处都是泥巴，所以他就不得不又叫了一车沙子回来，打算把这条路上面全部铺一层沙子。本来2个小时能够修好的路，这下又要搞1天了。对面的美女都在那里拿着手机发朋友圈了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终于把这条路全部整平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铺沙子了。我要货车司机开到我前面，然后让他在路上到处都倒一点，这样我挖机就不要把这些沙子转来转去，直接用个推土铲这样推一下，整条路上面就全部推平了。你们看，小挖机有推土铲，干这种活效率有多快？这下总没有人说我磨阳光了吧？然后再这样把边上推不到的地方扫一扫，这样修出来的路应该开个跑车进来都没得问题了。当我快要搞完了的时候，舅舅来了，还是舅舅这200挣得轻松，不管事情大小，反正接一下就是这么多。舅舅接好一点，舅舅接好一点啊，接好一点啊。哎呀，你看，你只要跟着外甥走，保证你天天有水管接啊。嘿嘿嘿，等舅舅把水管接好之后，我就用土和沙子把水管填起来。东家拉过来的沙子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本来我还跟东家说要他用我的挖机把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压几片，但是东家说什么也不要我压了。又少挣了几百，本来还以为可以在东家留着吃个晚饭的，又只能回家吃了。最后给大家对比一下陈师傅修的路溜不溜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陈师傅的给陈师傅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回见。1天之内2台挖机挖断东家2根水管，你们可想而知东家今天的心情是怎样的。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。半年前我给东家干活，因为看前面的美女去了，所以挖到了他1根水管，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叫过我挖机了。半年过去了，现在房子快建好了，然后他就叫了一台挖机来给他挖下水道管。可没想到这个挖机师傅比我还狠，我上次挖到的水管都是1根小的，这个挖机师傅直接给他挖爆1根大的，然后那个挖机师傅工资都没要，直接扛着挖机就跑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水管，上面有1根小水管，下面才是那根大水管，结果上面那根小的没挖断，把上面那根大水管挖破了。1根这么大的水管，大家可想而知有多少个村停水。然后东家就打电话给我，让我把修水管的舅舅叫过来，还要我把挖机也开过来，配合他们把这根水管接好。还好舅舅是接水管的，不然这个活就接不到了。1根这么大的水管挖断了，来了4个人加1台挖机，还要换1根水管，
今天东家至少要损失大几千，所以说请挖机干活还是要找陈师傅这种专业的。陈师傅最多就是挖到一根小水管，从来没有挖到这么大的水管。有了这一次，估计东家以后都只叫我挖机了。4个人花了8天的时间才把这根水管接好，怕通水的时候水管有压力造成移位，所以打了一个木桩。接下来就轮到我挖机开始填土了。首先挖一些碎的黄土，小心翼翼的填在水管的边上，再一层一层的这样压实填上来。把水管这里全部搞好之后，接下来东家就要我帮他把房子四周挖下水管沟。在挖沟之前我就问了东家下面有没有水管。东家跟我说，刚才接好的那2根水管你看到了，那2根你应该不会把我的挖断吧？只有挖机后面还有一根通往自家的自来水管。他跟我说水管码了50公分深，只要我挖45公分深应该就挖不到。我把沟挖完，没有看到哪个地方冒水，这根水管应该是保住了。可挖没想到东家跟我说还要我降下去10公分，我就跟东家说叫他别降下去了，现在已经挖了40公分深了，再降下去10公分刚好就是50公分深，就会把水管挖断。而东家却跟我说他相信我的技术，只要我把油门打小一点，轻轻的挖就挖不断的。结果大家可想而知，这根水管又被我挖断了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刚才接水管的舅舅还没有到家，又要叫他回来接水管了。在1天之内，2台挖机给他挖断2根水管，大家可想而知东家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。已经到了下午1点钟了，东家说要我先下班去他家里面吃个饭。吃了饭过来，水管已经接好了，我就可以开始填土了。在这些刚接好的水管上面填土，我也慌得很，怕一个不小心斗里的石头把他的水管砸坏了，那我的工资今天也不敢要了。所以填这个土我是格外的小心，下面填一些小的，上面再填那些粗的。一条这样的沟硬是填了2个小时才把它全部填好。搞完收工就可以开挖机回家了。今天还累又挣了东家一个起步价。东家跟我说要我过完年之后还来帮他把这个屏给他修整一下。大家看这个4合院还是很漂亮的。问老铁们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在农村建房，你是建那种现代风格的别墅，还是想建这种4合院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完了，挖机又坏掉了。最近只要挖机一上沙就坏一次，这下怎么搞？二胡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蜡挖机，陈师傅一上沙只挖3米沙，眼前这一座沙陈师傅1年至少要来几十次。这条路都被我修得到处都四通八达了，就是没有打水泥路，所以拖车开不上来，只能挖机慢慢的往沙上面开。今天这个干活的地方路程实在是有点远，我8点钟从沙下面开到9点多钟才到达目的地，大家可想而知我开了多远。到了这个指定的地方后，首先东家要我把这个场地上面的草全部清理干净，用挖机清这种草还是很解压的，分分钟这个场地上面的草就被我清理得干干净净了。接下来就是要准备挖井了。正当我准备挖的时候，这个大哥跟我说他要拿尺子量一下，还要到地上画根线，他怕我挖不准，这就多少有点看不起我陈师傅的技术了。今天我就一定要给这个大哥露一手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专业。当我在地上挖了3斗空气之后，这个大哥就有点不耐烦了。他说陈师傅啊，你到底挖不挖？你再不挖我们就走了。我说大哥别急啊，我新学了一首曲子，让我吹给你听一下。这是我新学的曲子，嘿嘿，大家觉得陈师傅吹得怎么样？现在开挖机要是没得点才艺，还真的拿得混下去了。还好陈师傅多才多艺。行3个里我们就开始挖了。我才刚开始挖几分钟，这个大哥就又不相信我继续了。这次他又拿根棍子在这里量，你好歹也要我挖完再量嘛。我就跟大哥说，没挖完之前你就不准量了。真的是他不相信我继续了。没有了这个大哥的打扰，不到20分钟就被我挖好了。最后大哥又量了一下，结果刚刚好。大家说陈师傅这个技术溜不溜？溜的话陈师傅就行6个里，
收工，把挖机往沙下开，回家了。我一个潇洒的漂移，你们看这动作丝不丝滑？上沙都开了1个多小时，下沙肯定也差不多。这真的是来回2个多小时，干活20分钟，挖机轮子都快干冒烟了。总算是开到了拖车这里。正当我准备走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大姐，她在沙上种了很多橙子。当时开荒种古树都是我用挖机帮她挖的。她说今年丰收不错，拿1袋橙子给我回去尝尝。嘿嘿，真的太感谢这位大姐了。等一下大回家，陈师傅的小美丽一定会夸我很顾家。来到东家这里结账，拿了一个红包给我，还有1条毛巾。嘿嘿，又是1080到手。今天又是多挣几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可没想到第2天准备开挖机去干活的时候，挖机链条竟然坏掉了。我去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修摩托车的师傅说是我的链条太长了，要我割掉2节。我就跟他说，上次那台挖机就上了你的当，明明是张井盖的油方有问题，你却把2边的链条都割了1节。这次我就要他先检查一下油方。要想检查张井盖的油方，首先我们就要把链条搞出来。这个修摩托车的师傅，他用挖斗挖了几下链条，没有挖出来，所以他就想了一个这样的办法，直接用我砌挡土墙吊石头的铁链，把它绑在链条上面，然后用斗一拉。诶，这个办法还真的不错，一下就把链条搞出来了。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引导轮搞出来，检查一下油方有没有坏。结果发现油方跟新的一样，而且不漏油，所以又把引导轮装回去。还检查了一下张井盖的塔防也没有断，这就检查不出到底哪里出问题了，所以又只能先把链条装回去。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链条打码防油才行。很多人不懂挖机的都不知道这个链条是这样撑起来的吧？挖机链条的原理就像一个打气筒一样的，把打气筒里面注满防油，然后活塞就越撑越长，这样就把链条撑紧了。最后开着挖机反复在这里前进后退，检查一下看哪里还有没有问题。后来实在是找不出原因，然后就算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陈师傅的给陈师傅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回见。